大家好，这期内容我想聊一聊软件板块。最近软件板块这波暴跌，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不是跌过头了，是不是抄底机会？但我先把结论放前面，这很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回调，而是市场在重新给软件行业定价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过去市场愿意给软件公司很高的估值，是因为大家相信一条很简单的逻辑：客户用的人越多，交的钱就越多，而且很稳定。但是市场的预期是有了 AI 价值的软件会更好用，AI 迟早会在软件这个应用层上开花结果。但是现实却是 AI 的发展在朝着颠覆这个行业的方向发展，所以市场先砍估值，再慢慢的砍预期。这期内容我会聊下面几个内容，每部分你都能拿走一个能用的结论。第一，软件股到底在怕什么？第二，为什么借钱会变成软件股的隐藏大雷？第三，散户到底该去哪里找更稳的机会？我最后给你一个三问筛选器。先看一个事实，在这波下跌里，市场讨论最多的词不是增长，而是 AI 会不会破坏软件的护城河。大家把软件想成什么？想成的是工具箱。以前你要做财务、做销售、做客服、做法务，甚至是写代码，你都得买一套又一套的工具，而且每个岗位都得配一个账号。软件公司最舒服的收钱方式就是按人头、按账号收费。你的公司招人越多，我软件卖的也就越多，也就越赚钱。但 AI 出现以后，很多岗位会发生一个变化。以前需要一整个团队，一个人干一份活，现在可能是一个人加 AI 干好几份活，甚至有些流程直接被自动化替代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公司不一定需要买那么多账号了，而账号数不增长，软件公司过去那种越卖越多、稳定收钱的模式就没那么稳了。以后你看软件公司，别先看它有没有 AI 或者是 AI 的效果怎么样，应该先考虑的是它是按人头收钱，还是按效果、按用量收钱。如果是按人头收钱的，那未来的压力肯定会更大。用一个特别直观的比喻来说，按人头收费就像是健身房卖会员年卡，你办了卡，去不去都是那个钱。健身房最喜欢就是这种模式。但是 AI 更像是什么？它更像是共享单车，你用一次就付一次的钱，你用的多就付的多，不用就可以不付。所以行业已经在讨论一个新的趋势，那就是软件要从按人头收费，慢慢迁移到按用量或者按效果收费。未来能活得好的软件，不是加了 AI 功能的软件，而是能把 AI 带来的价值重新写进账单的软件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以前一个写代码的软件，程序员人手一个，所以基本等于按程序员的人数收费。未来你可能会看到，它不只是卖账号，它可能还会对自动生成了多少代码、自动跑了多少测试、帮你省了多少时间等等这些内容进行量化，然后另外收费。换句话说，它要把钱从人头费改成业务产出费。当然，我不是搞 IT 的，例子可能不一定恰当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即可。这件事对我们散户投资者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很多公司会经历一段相当痛苦的转型期，旧的收费模式会被质疑，而新的收费模式还没被市场验证，而中间的这段时间就会被最讨厌不确定性的市场砍估值。所以我们做一些软件公司的分析，最关键的不是听管理层的那句"我们拥抱 AI"，而可能是两件小事。第一个，它有没有新的收费项目，比如说按用量、按任务、按效果。第二个就是客户愿不愿意为这个新的收费项目付钱。接下来这部分，我认为是本期内容最重要的部分。很多人只盯着股价，但是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因素，他们不看钱从哪里来。大家要知道，过去很多软件公司，尤其是那些私募买的，而且扩张很猛的，背后都有大量借来的钱。当市场觉得你增长快，商业模式稳，那么你借钱当然很容易，利息也不高。但现在的市场情绪是什么？是 AI 让软件公司的商业模式变得不确定。如果你是银行的中台风控，或者你是放贷公司的融资审查，你会怎么做？非常简单，提高利息，或者是提高要求，要么干脆不借。这对于很多公司的现金流会有不小的冲击。
更麻烦的是，有的研究提到软件行业的债务到期更集中。简单讲，就是未来有一堆债一起到期，需要续借再融资。如果那个时候市场还是不相信你的商业模式，那就会非常难受。原来的利率是5%，现在的银行说，我觉得你收入不稳了，给你的融资额度续期可以，但是利率变成10%，甚至干脆不给你续了。公司要怎么办？通常是3条路：第一，裁员或者是砍其他的费用，短期利润可能还算好看，但是长期增长肯定会受影响。第二，就是被迫瘦身，卖资产、卖业务。第三，要么通过增发股票稀释股权，要么就是推出高利率的公司债，拆东墙补西墙。所以这波市场砍软件行业的估值，背后不只是担心 AI 冲击那么简单，更怕的是融资链条断裂。大家以后看一家公司，尤其是那些跌得惨的软件公司，千万别只看 PE 便宜不便宜，你要多看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它欠了多少钱，这些钱什么时候到期，利率是多少。到期很近又需要续借的公司，风险会被无限的放大。好，接下来聊大家最关心的，那机会在哪里？我的观点很简单，你别在最不确定的地方拼命抄底，而是去找那些确定性更强的收费点。现在 AI 时代有个很朴素的规律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就是不管应用层怎么打，最底层的基建相关都会先赚钱。因为只要 AI 还在扩张，算力、数据中心、云基础设施就要持续的砸钱。就像最近大家都知道的，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这些巨头的资本开支都大幅的增加，重点就是 AI 和云基础设施。有的机构给了一个更长期的判断，到2030年，全球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可能到1.7万亿美元的量级。这就又回到了我这个频道里最常念叨的卖铲子的逻辑。淘金的人可能换了一波又一波，但是铲子、电、机房这些需求更硬。我们前面的几期视频聊了很多，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。第一类就是 AI 的基建类，数据中心要扩建就离不开服务器、网络设备、散热、供电、机房建设等等。这条线的共同点就是需求更确定，但是跟 AI 讲故事的关系没有那么大。第二就是网安监控类，AI 让企业系统更复杂，攻击面也更大，出事的代价也就更高。很多公司反而更愿意花钱买安全。这类公司更像是收税的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系统越复杂，也就越需要这笔钱。第三就是软件里的幸存者，现在的软件行业已然是血流成河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软件都会死。能活得好的通常有一个特点，它能把收费从人头费变成了效果费或者是用量费。当市场很乱的时候，你很难立刻找到翻倍的神票，但至少你得先把方向研究对，先看修路的、收税的，最后再看讲故事的。最后，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3问筛选器，你以后看到任何一只跌惨的软件股，都至少先过这3关。问题一，怎么收钱的？如果是靠人头账号收钱，那你就得问自己 AI 会不会让他的客户减少。如果他开始按用量按效果收钱，那你就得问客户愿不愿意为这个新的收费付钱。问题二，成本会不会被 AI 反噬？有些公司确实实打实的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，但是它的成本也上去了，因为算力、模型调用、研发投入等等，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。如果他收不到更多的钱，那么毛利反而会承压。大白话就是，究竟是 AI 帮他更赚钱，还是 AI 让他更烧钱？问题三，他究竟欠了多少钱？什么时候到期？利率多少？如果债务到期很集中，还需要续借，而市场又不确定它的未来，那风险就会放大。所以你只要把这3问用熟，你会发现很多看起来很便宜的公司，其实它的便宜是有原因的。而真正值得长期跟踪的是那些能把 AI 的价值写进账单，同时又不怕融资收紧的公司。这期你如果只能带走一句话，那就是不是软件板块完了，而是以前那种轻松赚钱的收费方式完了。接下来的赢家会把收费的方式改掉，输家会被融资和竞争一起挤压，然后淘汰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来到 Insight Frontier，
我们下期见。